是不是你以前下载的那些模型现在都可以丢掉了？又到了插播新闻的时候啦。8月份出现了一个讨论度非常高的新玩具，有几位前 Stability AI 团队成员所成立的新公司 Black Forest Lab 发布了全新系列模型 Flux One。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Flux 这个新玩具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如果你还没有听过 Flux， 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或者你还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那么等一下我会从头来介绍它。如果你对它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我的影片都有分段章节，你可以往后拉去看看要怎么上手使用。这支影片主要是给 Flux 一个 once over， 讲的会简单一点。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次上片就不会错过了。刚刚提到过，推出 Flux One 系列模型的 Black Forest Lab 团队里面，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 Stability AI。这间公司就是我们熟知的开发了 Stable Diffusion 系列模型的公司，而 Black Forest Lab 的核心成员就是当初开发了 SD1.5、SD Chilo 以及 SD3 的主要团队成员。有在关注的人应该知道，在 SD3 公布之后没多久，也就是前阵子吧 ，Stability 有蛮多团队成员出走的 ，Black Forest Lab 的成员应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了 Stability AI。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你可以听听看。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Flux One，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 SD3 的变体。那他们这一次一口气推出了 Flux One Pro、Flux One Dev、Flux One Chanel 这3个模型。Pro 是具备最强能力的完整版，但它目前没有开源。Dev 是从 Pro 蒸馏出来的模型，它不能商用，但是开源的。Chanel 则是可以商用的高速模型，同样从 Pro 蒸馏出来。Chanel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快速。按照开发团队所说的，它是一个混合架构的多模态平行 DIT 算法，并且有着12亿参数的模型。用人类的语言来讲，就是结合了目前最好的算法和技术来架构出的，同时具备了高理解和高品质能力的图像生成模型。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模型超屌。那屌不屌我说了也不算嘛，有时候光看数据也不算，还是要你自己感受过后再来评断它是不是你理想的模型。这个后面说哈。现在我们先继续来看它的开发团队是怎么介绍它的。在它的展示页面可以看到 Flux 在不同风格上的生成结果。点开除了能查看图像细节，还可以看到它们是用什么样的提示词生成的。写实效果是真的相当可怕，像这样的图乍一看 AI 感确实是挺低了，已经开始脱离所谓一眼 AI 的状态。对插画和奇幻类型的掌握也称得上不错了，细节足够，展现出很好的提示词服从，但画风就偏普吧。不过 Server 台上有很多以 Flux 作为基底训练的 LoRa， 目前对应的 ControlNet 也在逐步开发释出，所以实用上画风这一点并不难弥补。未来也可以期待由 Flux 作为底模所训练出来的大模型。开发团队表示 ，Flux 系列模型呢，在图像的细节、复杂度和风格多样性上都定义了全新的技术高度，并且同时有着非常高的提示一致性，也就是它非常能够按照你给的提示词来构成画面。你说左边就左边，你说右边那就右边。从展示页面的范例就能看得出来，在提示词这方面，诚如开发团队所声称的，是有很高还原度或说忠诚度的。以前呢，我常会跟人说，写 prompt 的时候不要用叙述的方式去写。你跟 AI 说这个人和另一个人，或者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 AI 来说，它根本就听不懂，也分不出来左右上下前后的区别。但是图像模型发展到了这里，确实必须承认，现在它听得懂了。就算不能说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到达100%，说有个60-70%也不过分。剩下这30%不单是理解语言的问题，还有模型本身资料量受限的部分。所以 Flux 已经算是现在表现的最好的模型了。那这张是开发团队提供的评分比较量表。可以看到 Flux One 的表现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现在普遍应用的 SD Chilo 系列了，比 DALL-E 3和 Midjourney 6也强了不少，看上去非常惊人，对吧？下面这张图又更详细的分类了5项能力值，左边是包含了跟刚刚那张一样的竞品，
右边是 Flux Chanel 和 SD3 SC-Child Lightning 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到，在评分上 Flux Pro 几乎是全方位吊打其他家，只在文字排版的能力上略微输给系出 Google Brain 的 Ideogram。不得不说一下 ，Ideogram 2.0 的文字排版表现力是真的很可怕。如果你是设计师，平常的工作内容是关于平面广告、网页设计啊这类型的，真的可以考虑去试用看看 Ideogram。基本的介绍到这边差不多了，接下来我建议你手边要有电脑，跟我一起来看看这个 Flux 要怎么上手使用吧。除了可以本地安装之外，也有线上免费的体验版本。目前 Flux 已经有大神制作了更轻量的 FP8 版本。如果你的电脑记忆体超过 24G， 可以下载完整版的 Flux Step 或是 Chanel。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选择去下载这个 FP8 的版本。实际上生成品质降低并不多，但资源消耗差了一半。我尝试录了几次 FP8 这3个字，我嘴巴真的是太容易吃螺丝了。以下就改称为轻量版，好吧 ？Black Forest Lab 发布的原版是完整版，那 FP8 版本就是轻量版。剪片的时候已经有大神制作了更小的超轻量版 NF4 版本 Flux One， 适合 RAM 和 VRAM 都很小的朋友。也许我的电脑也跑得动，不过这个只能下次再尝试了。我会把 NF4 版的模型下载位置放在好读文字版 ，B 站观看的朋友请看置顶评论。OK， 我们继续。基本上，其实我的电脑是跑不动的。大多数一般中上的电脑配置，跑一张图也会要非常久。我听过跑一张图要差不多1个小时的，但我还是会带各位硬体设备足够好的朋友看一下要怎么进行本地配置，确认好你自己的设备环境之后，就可以开始下载必要的模型。直接从 Comfy 提供的这个 Flux 范例说明页面就可以找到下载安装的指示以及连结。我会把这个页面的网址放在影片说明栏，你可以先去点开，然后跟着我一步一步来进行安装。首先，你需要下载对应的 Clip 和 VAE。如果你的记忆体够大，超过 32G， 你可以下载 FP16 版本的 Clip。那如果你是大于 24G， 但是没有超过 32G 的话，可以下载 FP8 这个版本的 Clip。还有这个 Clip L， 这个是一定要载的。所以总共你会下载2个 Clip 模型。把 Clip 放到 Comfy 的 Clip 这个资料夹里面，这个位置是没有写在 ModelPath 文件里面的，所以它一定是直接放进去 Comfy 自己的资料夹。VAE 的话就放 VAE 资料夹，如果你有导过路径，就放去对应的位置里面。那接下来，如果你要下载完整版的模型 ，Step 和 Chanel 点页面上的这个 Here 会连到 Black Forest Lab 的对应 Hugging Face 下载位置。注意。Flux 的完整版模型需要放到 Unet 资料夹里面，请把它 download 到 Unet 资料夹里面。往下滚一点，你就会找到轻量版的下载网址，同样是点 Here， 但轻量版就是放到你平常放大模型的位置。顺便把这2张图片载下来，里面包含了 Comfy 为你提供的范例 workflow。在等待下载的同时，请各位过去已经安装好了 Comfy 但最近都没有更新过的朋友，先去更新一下你的 Comfy UI。一般 Git Clone 安装的人一样 ，CMD 叫出来 Git pull 一下就可以。使用打包版本的可以重新下载一次。或是点这个 Update Comfy UI and Python Dependencies 这个档案，跑一下更新。不推荐使用 Manager 的 Update 按钮来更新，因为它有几率会更新不完全。那最近 Comfy 的前端，也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界面，有了一些风格上的改动。你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画面，最明显的是以往我们使用的搜寻框，还有 Manager 里面的那个 Node List。下次我单独做一支影片来讲一下现在界面改动的部分好了。那目前 Flux 的完整版需要使用独立的特殊节点来生成，直接拖范例图片来读取工作流程，就会给你全部摆好。如果你想自己架构的话，这些 Node 分散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透过新版的搜寻框来找到它们各自在 EndNode 选单里面的位置。我这边就不一个一个展开来讲了。
轻量版在 Comfy 提供的范例里面使用的是 Default 工作流程。如果你想要完整版的这个流程来跑轻量版，当然也可以，但你轻量版的模型就必须要放到 Unet 资料夹，不然它这个方块是读不到的。那么今天，如果你的电脑跟我一样跑不动本地安装的任何版本， Flux 的 Hugging Face 上有基础的适用空间，人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慢，但这边没有限制额度的问题。它也有跟2家线上 AI 算图平台合作推出的试用，一个是 Replicate， 一个是 Flow AI， 出图的速度非常快，只是这2个平台都属于额度真的不高的免费试用。这2周又新增了一些其他的试用平台，你可以从 Black Forest Lab 首页往下拉，在每个模型的旁边找到各种不同试用平台的连结。其中有2个没有显示在上面的，一个叫 XAI， 其实是推特旗下的聊天 AI， 另一个是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 Kria AI。Kria 是每天都有少量的免费额度，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只有提供 Chanel 这个模型。最后还有一个可以说是平替版的存在，也是我这个频道上主要介绍的另一家 AI 图像生成平台 Leonardo AI 上最新的 Phoenix 模型。我有稍微跑了几轮测试对比，展示给各位参考一下。这是他们自己开发训练的模型，同样对提示词有着高度理解和忠诚能力，还能够在生成之后继续对提示词做叙述性的微调。如果你不知道 Leonardo AI 是什么，我频道上有一些 Leo 的教学，免费用户每天都有150的生图代币，在官方 Discord 参与挑战比赛，还有机会拿到更多的免费代币。目前也有支持全中文操作环境的中国版 Leo， 相关影片你可以在我 B 站的同名频道里找到。中国版 Leo 同样每天有150的免费代币，以及可以赢得额外1000代币的主题挑战。整体看下来，我会说 Flux 确实是很强，特别是在把文字放进画面这件事情上，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做得最稳定的开源模型。虽然我还是不太习惯用叙述句来写 prompt， 但使用自然语言提示词这件事情呢，目前确实是逐渐在成为主流。看完这支影片后，你觉得 Flux One 这个新玩具怎么样？它会打败目前市占率第1的 SD 系列模型，成为之后各大模型制作者爱用的底模吗？它真的有比 Midjourney 6的效果更好吗？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把影片分享给你对 AI 算图感兴趣的朋友吧。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据说，呸，据说，呵呵。